什么北斗系统建设要分3步走呢？相对于美国 GPS， 俄罗斯格洛纳斯和欧洲伽利略系统又有怎样的优势呢？与国外正在使用的 GPS、格洛纳斯以及伽利略相比，我们有很多的技术优势。首先，卫星数量最多，我们高达55颗，而且是高轨道、极地轨道、太阳同步轨道以及这个地球同步轨道，我们进行了多重轨道的设计。所以用卫星数量以及轨道的复杂程度去分析，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和我们进行比较。那么这一点的优势非常明显，无论是精度、时效性都有比较大的提高与发展。另外，我们国家的北斗卫星加载了全球独一无二的短报文功能，可以利用终端设备进行简短信息的传输。其他卫星的通讯导航体系只能够导航定位，没有办法进行通讯卫星这种功能的兼职。所以从技术特点以及未来的发展去分析，北斗在全球的各种导航卫星相比，性能独特，功能独特，今后的发展前景非常宏大。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冉成奇曾表示，北斗系统和5G 技术是天生一对，未来的应用只有想象力的限制。请教一下张先生，未来北斗与5G 可能在哪些领域发挥重大作用？这2个系统和技术的这种结合，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主要是表现在2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态势感知。所谓态势感知呢，简单的说就是对战场环境的侦察监视。那么对于一些静态的目标的侦察监视，我觉得相对简单，但是对于一些移动目标的这种侦察监视，它就复杂很多。就一方面你要搞清楚这个目标它的位置同时它又是在不断的移动的，你要把它的移动的这种信息的变化实时的传递回来它对你的信息的传递的要求又很多。那么这个北斗和5G 技术的结合，就能够比较好的解决这个矛盾。那么第2个方面呢，就是在未来这个智能化战争或者具体的来说，那种具有智能化的自主的无人作战平台的发展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北斗可以给它提供自身以及目标的这种位置这个准确的这种位置，同时5G又解决了大容量信息快速传输的这种问题能够把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有一个进一步的提高。对于中国发展北斗系统，西方媒体始终有抹黑的声音存在。评论员黄国志表示，西方的污蔑我们无需理会，北斗系统真金不怕火炼。因为我们北斗卫星现在到北斗3号全球组网，事实上它的目的就是要打破美国 GPS 这个全球导航系统的一个垄断、一家独大的一个地位。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西方国家肯定是从心理上它是抵触的。但是我觉得它不管怎么抹黑北斗卫星都是没有用处，因为我们北斗卫星确实相比 GPS 的话，有很大的技术优势，这一点是他们抹杀不了的。6月23号，北斗3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升空，开启了中国北斗导航全球的时刻。请教一下张先生，北斗实现全球组网有怎样的战略意义？这样就标志着我们中国它的自主科研的这种水平达到了一个世界领先的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么第2个方面呢，就是从军事上来讲在以前北斗它是一个区域性的这样的一个导航体系。那么它只能为我们飞机或者舰船在亚太地区或者再远一点“一带一路”这个方向提供导航服务。那么现在变成一个全球性的导航系统之后，那么它能够在更远的范围，或者说在全球的范围为我们的这个装备的平台或者说海外的部队提供更加有效、更加可靠的这样的导航服务。特别是对我们一些远程打击这个武器平台，比如说洲际弹道导弹远程的巡航导弹，那么它可以提供一个不受人制约的更加可靠的更加稳定的更加准确的导航服务。那么第3个方面呢，我觉得它对于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大国形象也具有重要的作用一直以来我们的北斗系统一直都是在为世界各国提供这种导航服务。那么现在呢，它成为一个全球组网的系统之后，它可以为更广泛的地区和更多的国家提供这样一种公共产品。那么对于提升中国的这种
大国责任啊、大国担当的这种形象啊，具有非常积极和重要的这个作用。